Hello， 我是林哲熙，我在下课花露米，赶快来订阅小公式。Oh my gosh, there's a tornado. 疯狂的天气，飓风、暴雨、干旱、野火，全球正遭遇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我们的地球怎么了？为此，12位关心全球暖化现象的大人小孩，将兵分3路前进北极、帛琉、挪威，在暖化最前线，一探气候变迁的真相。终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是全球暖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冰融消失危机吸引了各国专家前往研究。这次我们北极探索团集结了3位小科学家，将跟着台湾北极科学队一起前往冰川，展开极地研究之路。大家好，我是林哲熙。今年很开心，我收到下课花露米的邀请，担任北极探索团的队长。全球暖化系列第1棒就交给我，下课花露米 ，Follow me go！ 接下队长的第一步，我立刻来到中央大学地科院。2022年，他们就在北极设立研究站，隔年还成立了台湾极地研究中心。其中的核心成员 Jack 和钱华，也是最早接触北极研究的老师。气候变迁、暖化以来，那极地的变化其实是全球平均的很多倍。如果台湾呢大气的温度增加1度，北极可能就会增加4度到7度，所以它是非常的剧烈，它发生的时间也很提前，所以就变成是气候变迁科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哨站。所以教授，你们在那边做的实验就是跟这些相关的吗？对，这个冰川叫 Avatsmark， 每年130公尺退缩，对，130，然后越来越快。为了记录变化，每年夏天，他们都会带领台湾的科学团队到北极做实验。今年节目想要征求小队员一起去，教授们欣然答应。其实我们面临气候变迁最大的一个挑战除了做科学研究就是我们必须把正确的科学知识要推广，让更多的年轻的小朋友要能够知道这些事情，要能够继承我们现在做的科研。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带着小队员去，他们也可以在那边做一些什么实验。小朋友可能会看我们的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帮他们一点点做他们的事，对不对？有了极地研究中心的支持，我们立刻广征热爱科学的孩子。报名同学还要提出想在北极做的暖化实验。经过漫长的评选面试后，制作单位选出了3位实验计划完整的小队员。在出发北极前，我们特别集合了3位小队员。紧张吗？还好，还好，不用上课很开心。意涵是探索团中的大姐姐，思考逻辑清楚的她，生活中少不了科学。我平常就很喜欢做一些科学实验方面的东西。我做过有一个用电路板做的浇水器，它会自动检测土壤的湿度。我觉得做科展让我很开心。探索团第2位队员浩瀚是一个喜欢自然、热爱挑战的小6生，为了倡议自己的环保理念，常常得奔走各地宣传。杜绝沿海。我从小就很关注环境议题，然后在去年的8月组成了一个小队，叫做布罗迪小队4.0。那我们主要就是关心烟蒂的议题。Hello。
最后一位是家住高雄，团队中年纪最小的海燕。你知道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吗？刚才好像听说我们等一下去那中央大学。我知道啊，而且那个还有很多教授，他说他们都讲英文呢。他们讲英文没差。从小在双语教育中长大的海燕，日常消遣之一就是阅读英文读物。我从3岁或者是更小的时候就已经在看原文书，尤其是在看跟动物有关英文的书。而因为我要去北极，我也特别准备了一本有关北极的书，那如何在北极英雄的掌下逃生，然后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吗？哦，中央大学。太帅了，好气派啊！制作单位交付的任务就是参加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的行前说明。现场20多位研究人员已经热烈讨论起来。进去，进去，我不敢进去。我们3个是里面全部最小的，然后全部的目光都在看着我们，然后就觉得很有压迫感。我等大家起来了，因为想说能跟这么多个科学家在同一间教室或同一间会议室里面，应该会不错。那我们在过去3年里面做的主要就是北大西洋暖流进到北冰洋的这个海流变化特征。那我们的这个郑安啊，这个张焕农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做海上的观测。那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讲，然后那个眼神看起来很严肃。我那时候的心情应该是蛮紧张又期待吧，因为我没有看过那种真正的科学家。会议一开始，先请今年会前往北极的研究人员一一向大家自我介绍。今年有一个蛮特殊的团队跟着我，去年我是高中，今年要延伸到国中端。突然之间 cue 到我们了，你的小朋友也主要不要说他们要做什么事呢？这时候想说怎么办？到底要讲什么东西？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卢艺涵，那我现在是国中1年级。我这次想要去北极做的是检测当地的塑胶微粒。全球大概10%的河流都是往北冰洋那边流的，所以说它的换水率是非常高的。那我就觉得应该会许多废弃物也都会留在那边，所以我想去北极检测塑胶微粒的含量，还有塑胶微粒的种类。大家好，我叫曾海燕，我目前国小4年级。我在北极要做有关反照率的实验。各位都知道，穿白色的衣服永远会比黑色的衣服还来得清爽，这就是因为反照率高的话，就会让更多热反射到大气层中。如果冰山一直融化，这样子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大家好，我是吴浩瀚，现在是小学6年级。这一次就是想要做的也是塑胶微粒的检测。其实塑胶微粒跟食物链很有关系，因为塑胶微粒是没办法消化的，它吃到塑胶微粒，它就一定会排出来。所以我在北极要做的实验就是北极动物的排遗跟当地土壤，然后进行塑胶微粒的分析。大家好，我是 Jack。Today I want you to see both of our Arctic research. So Montreal itself is no. 接下来由 Jack 老师导览我们要去的北极城市朗伊尔城。超漂亮。So if you want to go behind that, you need to have somebody to carry the rifle with you, okay? Because it's the vegetation hazard and how cute it looks, it can kill you. Every year people are killed by vegetation. So it's funny, but it's also not funny, and I'm responsible for all of your life. 有关北极熊造成的危险意外，之前拜访2位老师时就提醒过我。因此，当小队员跟科学人员交流时，队长我则来到靶场，为守护团队安全把关。好了，我们先站好。好。右手抓这边，左手抓木头。右手抓这边。Jack 老师说，因为北极每年都会发生北极熊伤人事件，所以他们希望出发前大家都能来靶场实弹练习，以防万一。错。哇，我刚打了2 round 了，然后1 round 比1 round 好，所以我的小队员应该是不用太担心，我会试着保护你们的。交给我。就这样，在制作单位的安排下，我和小队员碰面之前，已兵分2路，各自奋斗。
好 ，OK，来帮我放上去。看一下。颜色对做，所以那个就是热触法，那你就可以去记录说这颗到底是不是塑胶。北极出发时刻转眼到来，小心，你要注意安全。Hello， 你会紧张啊？会吗？我很期待。我也是有点紧张啊，因为去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他不是说会有一个大人跟我们一起去吗？哦，对啊，他说会有一个队长。你觉得男的女的？我觉得是男的，他们现在好像已经在柜台那边。就是那种胡子短短的，然后高高的，然后看起来贼贼的。哇，终于要见到他们。出发这天也是我和小队员第一次见面，很好奇他们看到我的反应会是什么。嗨， ，Hello， 我是泽西，我是这次北极探索团的队长，我们要一起去哦。哎，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对不对？跟怎样红的明星？明星？对啊。真的哦，哇，谢谢你。超像的。他长得很像那个，就是演员，就是电视上会看到的那种演员。他人蛮 nice 的，他看起来能文能武嘛，就有那种感觉，有那种魅力啊。所以我没有特别了解你们要做的实验是什么，但反正你们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你们就跟我讲。我去基本上我就是照顾大家，生活起居的部分。我看到队长第一时间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很可靠，应该是可以很依赖他的。然后我已经忘记他的名字了。北极探索团终于出发。我们从台湾起飞后，中途经过2次转机，航行超过1天，最后降落在北极圈内的朗伊尔城。在离开台湾20个小时之后，最后一段航程起飞了。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跨过了北极圈，进入了北极世界。然后就听到机长广播，他就说：“哎，你们该起床喽，看看窗外的风景。”然后就看，哇，还真的都是雪。在北半球的夏天，竟然这边还有冰天雪地的样子。这里就是由3个主要岛屿和无数小岛形成，挪威北极圈内最北边的领土——斯瓦尔巴群岛。整个群岛的土地大约有60%终年被冰雪覆盖，其余夏季无雪的荒土，则多数集中在首府朗伊尔城附近。亲眼所见，让我印象深刻。我机场的地方飞的时候，就开始出现黄色的土啊，然后山啊，我就觉得我印象中的北极应该是全部都是冰天雪地那样啊，怎么会现在已经退了这么多，然后都看不到这样？降落到朗伊尔城了，枫叶岭。这里比想象中还荒凉。对啊，未来几乎没什么房子。再经过2次转机，横跨欧亚大陆23000公里，耗时约26个小时，我们终于踏上北极了。OK， 应该很漂亮。哇塞！哇！坐了这么久的飞机，我们终于到了。哇！哇！你看那边，真的很漂亮哎。走出机场的时候，看到都是大自然的景观，其实对我来讲是有一种很平静跟疗愈的感觉。怎么样，跟你们想象的一样吗？朗伊尔城差不多。真的假的？有点太热了一点。对不对？没有那么冷哎。对啊。我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完了，我们是不是都带错衣服了？我感觉是不冷，就真的是不冷，想象中的反差很大。走出来感觉太阳一照，好像也不需要穿到这么厚的外套，有点热。其实现在当地的温度只有摄氏14度，就像台湾的冬天。但在阳光直射下，才刚到的我们，已能感受到这全球暖化速度最快城市的热力。走吧，那我们就先往城区内移动。好。
我帮你自己吞下去。那这样就拜拜喽。哎，那上面那个就是废弃的方坑。从机场往朗伊尔城市区只有一条路，沿路所见除了废弃的采矿设备，还可以看见港口边停靠的大型邮轮，让我惊讶，原来旅游北极这么容易。车行约10分钟，有着人烟的城市景观终于慢慢出现。哦，这里好多车哦，很多那个 snowboard 板。对啊，夏天用不到，大家都停在这里。哇，好美哦，拍照。不妨人家露营的时候小，对啊。那时候居住在，连哪间都哪一家。哦。哇，这是鹅还是鸟？位于北纬78度，距离北极点只有1000多公里的朗伊尔城，人口约有2500多人，是地球上有人类居住的最北城市。小小城镇坐落在高山与冰川包围的山谷里，穿梭一旁的是夏季时冰川融化、水流湍急的朗伊尔河。我们来到市中心最热闹的地区，在这10分钟就能走完的路上，聚集了各种纪念品店和餐厅。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就是这岛上唯一一间，也是全球最北的超市。我们现在来到当地的超市。我觉得超市很棒的，就是可以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所以我到一个地方旅游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先去逛超市，然后我们也可以采买一下我们这2周的生活必需品。Let's go！ Let's go！ 哎，这边有这个特有的。哦，这里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标志吗？特有标志。对，不能带枪，因为他们都会有北极熊啊什么。据说在斯瓦尔巴群岛，北极熊数量比人还多。为了防范它突然现身攻击，街上不时可看见持枪上街的人。其实他们这边超市东西很多哎，你没有发现吗？唯一一间呢。走进超市里，我有种错觉，琳琅满目的商品让我感觉好像还在台湾，不像是印象中人烟稀少的极地。哦，32块。这样一罐可乐32块，乘以3，那100块，哇，将近3倍。除了物价高，我还发现另一个现象。这个产地是在哪里？这是从奥斯陆送来的。哎，这好像是 Sweden 哎，我不。所以都是从各地来的。原来极地超过半年的冰天雪地，以及永夜时期的日照不足，让这里无法发展农牧业自给自足。几乎全依赖进口，对，没有在地的食物嘛。但是这样子会不会其实也没有很环保？对啊，我也觉得，对不对？因为有食物里程的问题嘛。但离开超市时，我发现他们其实也有努力在节省能源。看一下那些什么。他2023年的时候，他们装了太阳能板，所以他们现在2024年，他们已经用了52% 的电都是太阳能，然后他们其他才是用买的。而且他们这日照时间这么长，我觉得装太阳能很划算，很划算。现在已经是晚上7点的时间，那还这么亮哎，看起来像下午2点左右。下午2点。简单说，极地因为地球轴心倾斜、太阳斜照的关系，所以南北极每年都会有一段时期处于永夜或永昼。当然，我们所处的朗伊尔城也不例外。我就是刚转进来那条路的，先走。在最后面吗？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全球最大、有末日种子库之称的斯瓦尔巴全球种子库。有别于其他种子库，北极地底下特有的永冻土层，让这里如同天然的冷藏室。就算内部供电失常，珍贵的种子们也能够自然地保存0度。而就在我们兴奋靠近这座全球最北的种子库时，重视环保的浩瀚突然有感而发。就是可以让我们反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把环境破坏到，我们还需要弄一个种子银行来，就是让以后还有这些种子可以让我们继续生活下去。我觉得也是给我们一种提醒啊，就是我们把那么多的种子存在这里，
然后也是因为了预防就是气候变化太严重，我们以后就没有这些植物嘛。是。对，所以看到这个其实相对给我们一个蛮大的提醒。对。就是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环境。种子库啊，种子库。不知道它下面多深，说不定下面超大。哦，搞不好这座山都是。对啊，搞不好下面都是。对啊。原来存放种子的地方是在地底下130公尺深、恒温-18度的大厅里。最让我惊喜的是，现在有的120万份种子里，有着2009年来自台湾的水稻、蔬菜种子，还有今年排湾族原住民亲自来到这里存入的小米种子。所以现在种子库里有着上万份来自台湾的特有种。怎样？看完有什么感觉啊？易涵？就是它很大很大，真的就是它真的很大，然后放了超多的种子。但是觉得，但是哪天真的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感觉应该也是没有办法真的制造出来需要的东西啦。对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科学他们在因应这个全球暖化，然后去先做的一个保护，然后或许有一天在未来我们把环境改善许可之后，或许就有机会再富裕我们现在的世界。我觉得这个是蛮酷的，这是我们的第一站，也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全球暖化北极探索之旅，走吧！走。今天我们终于抵达北极了，坐了很久的飞机。这里呢，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本来以为会很冷啊，冰天雪地什么的，但其实都完全不是。然后气温其实蛮舒服的，像我现在穿着短袖。然后现在已经是晚上了，但是这个太阳，哇，这就是永昼的世界。那明天开始呢？小孩们也会去做他们的实验采样，然后我们也即将开始从这个全球最北的城市朗伊尔城开始，好好认识这里，好好探索这里。我很期待这趟旅程，开始啦，耶！When the permafrost kind of melts, it emits a lot of methane gases. So it's like an add-on onto already like the climate change. 好冷。本来走一条路是可以过的，然后结果他说3个礼拜前那边还是可以过的哦，结果现在已经融到不可以过了，就是觉得说冰山真的融化得很快，全球暖化真的一直在加速。